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佛教化的华人基督教。这是一个很早就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了，但又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分享的话题，所以在心中积压了好几年。今天这一期节目，如果想要说清楚这个话题，似乎也是不太容易的。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特别的角度来分析。本频道的宗旨并不是完全的答疑解惑，而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人需要思考，脑子才不会坏掉。今天很多人懒惰到脑子已经不会思考了，所以他们面对是非失去了判断的能力，这也导致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盲从。工作为了赚钱，赚钱又为了生活，生活不过是一味的活着而已。为了家庭，为了子女，为了父母，一辈子奔波劳累，到头来还是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教会生活似乎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面对信仰，哪些需要持守，哪些可以不必太刻板，总还是分不清楚的。很多越是属灵的人，越是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大的压力，似乎属灵就是格格不入的代名词，而另一部分人成为了世俗的基督徒。他们与世界上的人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很多华人基督徒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又说不清楚哪里有什么不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华人世界中的这种佛教化的华人基督教。每年的年初是传统春节的时间，很多华人家庭都会预备很多供奉的物品。其实很多家庭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徒，但我们知道华人世界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华人世界的佛教似乎和真正的佛教严格意义上好像还不是一个东西。其实真正的佛教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反神，第二个特点就是不拜佛。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对于佛教来说，其本质上是属于无神论的，他们并不接受天地万物是神创造的，而天地万物怎么来的，他们也说不清楚。另外，真正的传统佛教是不拜佛的，他们既希望于人能够肉身成道，也就是通过自身的修行，人可以达到一个超自然的状态。当然，今天说这些很多佛教徒当然是不同意的，因为今天华人世界里所传播的佛教已经是被华人改良后的佛教了。而这种改良后的佛教不仅承认神的存在，而且还要信徒拜佛。在基督世界中，我们称之为偶像，也叫做偶像崇拜。也就是说，从前的人创造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创造出来的东西是高于一切的，人可以通过对这个东西的崇拜获得人在世上的一些好处，所以人与偶像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如果大家觉得这么说还是有一点晦涩难懂，那么接下来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在各种节日中，很多家庭会摆上一桌贡品，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过去那个物资贫乏的时代，很多家庭会不惜代价用最好的物品来供奉。
一只鸡、一头猪。在今天似乎看来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放在过去的话，那可是1年也吃不上一次的东西。虽然有的家庭拜的是佛祖，有的家庭拜的是神仙，有的家庭祭拜的是祖先，但总体上来说，这算是大一统的佛教类的信仰。不过很有意思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祭拜供奉似乎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过去很多家庭都是大家庭，人口多，所以供奉的东西也就多，甚至有的家庭可以用一整只的大猪祭拜。而今天的城市化的发展，很多家庭都是小家庭，人口少，所以这些供奉的物品尺寸也就变小了，大猪变成了小乳猪，大只的鸡变成了小只的鸡，有的就直接改成面点、蛋糕、水果了，因为保质期可以更长一些。甚至很搞笑的是，有的干脆就用泡面、小食品、饮料来做供奉的物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说白了，这些拜拜的东西最后也是给自己吃的。他们所拜的那些神仙佛祖会来吃吗？如果那些神仙佛祖真的过来吃，那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了。所以既然这些东西都是留给自己吃的，那么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供奉呢？家里的人没有那么多，肉多了吃不完会坏掉的，所以小猪小鸡似乎更合理。不喜欢吃肉的就用点心水果，那不是更好吗？如果需要保质期更久一点的，泡面、小食品、饮料似乎就更合适。然而很有意思的是，今天太多的人并不觉得这是有什么问题的。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看望父母长辈，你是不是要拿一点父母长辈喜欢的礼品比较好呢？你去拜拜那些佛祖神仙，要不要考虑一点人家的感受呢？人家喜欢什么你就拿什么，这是不是更合适呢？而今天的做法是，我们想献什么就献什么，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到底你大还是他大呢？既然献祭的东西是你来决定的，我感觉还是你比较大。而事实上你又觉得佛祖神明比较大，难道这不是人格分裂吗？如果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拿给我的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我一定是不高兴的，这个太好理解了。所以拜佛、拜神仙、拜祖先，在我看来就是一场闹剧，自娱自乐而已。所以在这种传统观念的传承下，华人骨子里并没有敬畏的概念，因为华人一直都是以自己所喜欢的方式来祭拜，而祭拜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得到这些神明的保佑。所以对这些佛祖神明来说，我觉得也是蛮不公平的。你拿的是你喜欢吃的东西，你还得要求他们给你办事，为你帮忙，这是什么道理呢？圣经创世纪第4章中记载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该隐拿地里所出产的作为供物献给神，而亚伯将头生的羊和脂油献给神。神看中了亚伯的供物，为什么？因为献祭的主要目的就是处理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既然人要献祭，那就是要搞好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献祭需要按照神的意思来办。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做了神不让他们做的事情，但是神还是怜悯他们，用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皮子是哪里来的呢？也就是说，神杀掉了动物，所以人犯罪的代价就是牺牲。人想要处理好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也要牺牲。所以该隐并不是由于无知用谷物献祭，而是该隐并不在意。该隐是凭着自己的意愿和喜好来献祭的，所以这种献祭神是不悦纳的。旧约圣经中清清楚楚地告诉世人，如果你要献祭的话，你需要做些什么。而到了新约圣经，虽然基督徒已经不像旧约时代那样的献祭了，但是神同样给我们一条处理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通道，这就是基督徒的敬拜。所以新约的敬拜和旧约的献祭含义上是一样的。可是时至今日，基督教已经非常的宗教化了，并且不同族群的人都将自己原本民族的宗教和文化带进了基督教，使得同样是基督教，不同族群的形式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表现并不是全然错误的。德国人的刻板，法国人的浪漫，英国人的绅士，美国人的乐观，这些性格特点反映在教会中并没有什么问题。拉丁美洲、非洲很多教会载歌载舞，非常的奔放，因为这些民族的音乐性是非常好的。而华人这个族群本身的音乐性是相对较差的，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所以在华人教会聚会的时候，腼腆一些，安静一点，这些都不是问题。曾经有一位美国牧师在一间华人教会讲道的时候说，如果你们有一天到了天国，你们一定是这个地球上最害羞的一个群体。他就是在说，华人教会聚会的时候太安静了，人们都没有什么激情。但是这并不是重点。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当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所有的程序都是安排好的，每个环节都要像彩排过一样的分秒不差。我曾经听说过一间教会，中午12点的时候必须准时的结束聚会。当牧师讲道时间还剩10分钟的时候，师母会在台下给他一个暗示。当时间到了，不管是说完还是没说完，都必须立即结束。虽然就今天来说，几乎100%的教会敬拜歌曲都是提前预备的。如果说这是按照人的喜好来决定怎样去敬拜神，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所有的教会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当然，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祷告，神感动我们，在这一周的聚会上唱这些歌，这并没有什么问题。就算我们没有那么属灵，即便祷告了，也没有得到神的回应，这样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选择了几首歌曲，这也依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我们带着怎样的一种心在聚会。基督徒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只是履行一个宗教仪式，
我觉得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有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与神连接，这才是基督徒聚会的真正意义。今天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因为参加了太多的主日聚会，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了。教会的服侍团队选择什么歌，教会的牧师选择哪一篇的讲道，反正跟着唱，坐着听就好了。难道你来到教会就能得到神的祝福吗？你奉献了，神就一定会悦纳吗？当你祷告求神这个求神那个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跟那些拜拜的人一样吗？佛教文化中从来没有提及过佛要你怎样做，而你修行的目的就是脱离轮回进入涅槃，说白了就是人成为佛一样的存在。而基督信仰告诉你，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道路，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与神连接，依靠神，这样我们就在神的祝福之中了。而今天很多基督徒却在神面前一味地强调自己想要的，而且苦苦地祈祷神一定要祝福他。他们只想按照自己的意思活，而不是走神为你预备的路。这样的人与那些拜拜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无非是把佛祖换成了耶稣。求神怜悯，让我们成为懂得思考的基督徒。虽然今天的教会文化下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需要清楚的是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不要做一个教会文化下的宗教信徒。我们要做的是跟随主的门徒。原来如此，我们下期见。